这便是4000年前父帝与水神立下的婚帖。好字，好字。这太微二字遒劲有力，洛林二字飘逸清奇，至于你的润意二字嘛，行云流水，却透露出峥嵘风骨。小玉仙卦，你连字都写得这么好，果然是仙途不可限量啊！一般一般，现在还劳烦锦觅仙子补上你的名讳。可是我的字写的不是很好看啊。无妨。那好吧。字写的不好看，误了你们的一手好字，可别见怪啊。锦觅仙子过谦了，你这字体似曾相识，仿佛受过名家指点。什么名家指点啊？都是凤凰逼我写的，我跟着他也就练了100来年吧。原来如此，旭凤最善飞白体，神采飞扬，飘逸显眼。只是单字尚可，若字字都用飞白体书写，未免失之轻浮，不合章法。来日方长，我教锦觅仙子行草微碑，如何？又要练字啊？我能不能不练字了？我都已经这样写了好长时间了，况且我从握笔开始就这样写啊，我都已经写习惯了。退下吧。是。哎，小乖乖。看这是什么？吃吧吃吧，来。好好好，给你放地上，你自己吃啊，吃吧。哎，乖。来，吃吧。哎，真乖呀。小年纪就知道吃软怕硬，有前途，有前途吗？润玉并无什么珍贵神物可赠予你，只有这眼兽还算稀罕少有。若锦觅仙子喜欢，便让她从今往后与你出入随行。过些时日，待她稍稍再健壮一些，便可做代步坐骑。还请锦觅仙子莫要嫌弃。怎么会嫌弃啊？骑路可比自己飞省力多了，是不是小乖乖？以后那就辛苦你啦。我尽力不吃胖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，乖啊，去吧。锦觅仙子，润玉清寒，一生与寒夜为伴，无尊位，少亲友，倾其所有，不过几只小兽，一件陋室。他日锦觅仙子若嫁与我为妻，必要受些委屈，锦觅仙子可会嫌弃？听闻凡是女子总要嫁人的，嫁谁不是嫁呀？况且小玉仙官灵力高强，往后一起灵修，定能长进不少。不嫌弃啊，我觉得还挺划算的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灵修啊？不着急。从今日起，我便唤你蜜儿，可否？当然可以啦。哎，你说这个花儿啊，它气性可真够大的，都这么多日了，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绽放。锦觅仙子可知，这昙花也有一段凄美的传说。是吗？什么传说？传说万年前，昙花爱上了为他日日浇水除草的尾天上神，日日开花，季季灿烂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他所爱慕的上神潜心修道，早已断绝了七情六欲。昙花等了上神几千年，也等不来上神一次回眸。而每年仲夏之夜，上神都会下山采集凝露煎茶，昙花就会选在这个时候，耗尽他一整年的精气，绽放他最美丽的一瞬。
只是昙花并不知道，并非上神无情，而是上神早已征得魂元，身归天地，无法有情。原来是这么悲惨的故事啊！那这个花儿可是个坏兆头的花儿，我回头换一朵送给你吧。怎么会是坏兆头呢？要多亏有这昙花，蜜儿才能坐在我身边与我共赏。再耐心等几个时辰吧。嗯。那我先去步行挂夜了。今日戌时，不见不散。好的，小仙官。何人胆敢擅闯南天门？追！追！追！是我。殿下，据破军星君来报，方才有人夜闯南天门，闯入者似乎是蛇仙，目前正在全力缉拿中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正要去找他，加派人手，今夜务必助破军活捉眼游。属下明白。再去派人把夜神请来。遵命。去吧。聊天，殿下，帮我去把这个盒子给锦觅，再替我跟他道个歉，就说今夜我有事耽搁，不能去赴约了，改日再去见他。殿下，锦觅待你这样，咱们还给他送灵梨粽子，还要道歉，聊天替你觉得不值。什么值不值的？快去。怎么了？我的香炉被人挪动了1寸2分，不好！今日有人来过啊？你确定不是风吹的吗？可有异常啊？万幸，并没有翻动过的痕迹啊。我说属仙大人，你上次可把我给害惨了。你那小耗子一放，可生生让我身上平添了许多罪过。少主那日实在不应该出手将锦觅仙子救走啊！眼下恐怕天后和火神早已对你我都有所怀疑了。锦觅真身已露，其实已经助我们达成目的了。我又怎么可以忍心看我那娇滴滴、水灵灵的美人儿被那只老母鸡给啄死？少主那样护着她，可是对她动了心思。你可知这位仙子是何身份？知道，水神之女嘛。她与夜神有婚约，和火神走得也很近。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啊，他们兄弟二人迟早会为她争风吃醋掐起来，好事儿啊！你呀，既然如此，你干嘛去招惹她呀？锦觅是我的挚友，她心思很单纯，我实在是有些不忍将她牵扯到这场恩怨当中。哦，对了，恩主派我来给水神送信。最近七无宫的人严密盯梢洛香府，今日幸而我结了你的道，
否则你真的是自投罗网。火神他已经疑心上水神了，一直按兵不动，也不知道这火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老样子，这信还是由你来转呈。我几番试探，水神从未查看过恩主的信，前信也尽数退回。今早，水神也向我言明，他新晋任女，只想安享天伦，无心参与我们的大计。我看，就不必再去争取他了。他想过他的安生日子，也得看天后答不答应。那这信罢了，时局瞬息万变，锦觅仙子与夜神联姻，必定难容于天后，到时候就由不得水神了。这信我留着，虚图后继。唉，糟了！怎么了？那些信不见了。看来我已经暴露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也别去找水神了，赶紧走。我不能将你一人置于险境，要走一块走。你见过哪只打洞的老鼠无处脱身了？放心吧。锦觅仙子，嗨，这就是火神殿的那个书童锦觅，就是这个精灵啊。他呀，幸好和夜神殿下结了亲，要不然的话，不知道还要祸害多少人呢。昨日我听见了桩趣事，火神殿下将桓帝凤灵送予了锦觅。真的，桓帝凤灵可是凤凰一族的至尊圣物，护体法器，只能给自己最亲近的人。天后大婚那天，他把自己的桓帝凤灵当作信物赠与天帝。现在火神殿下这般，妖孽啊妖孽！哎，我一没杀人，二没放火，怎么成妖孽了？锦觅仙子，小仙失言。锦觅仙子恕罪。快走！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，在那边，走吧走吧。哼，慢点儿，慢点走，小乖乖啊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花。看把你开心的，好，慢点儿。不对，现在是不是已经戌时了？明日戌时，留此值班。等我。明日戌时，不就是现在吗？完了！哎呀，凤凰肯定要气到杀死我了。哎，小乖乖，你自己先玩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乖乖，好了，那个花不是还没开呢吗？是不是？等花开了我再陪你看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你别咬我了。你别拽我了，听话，放开我！这不是清武宫的了听仙士吗？你是，你是大殿下的仙士吧？正是。仙士来有何事？二殿下让我来给锦觅送东西，方才去了洛香府，那里的仙士说今日他在你们这儿，便过来喽。仙士真是辛苦了，不如我帮你送给锦觅仙子，然后你早点回去休息，如何？哎，这位仙子，方才你是没听清楚吗？二殿下可说了，让我亲自当面的把东西送给锦觅。怎么，你们玄机宫还想克扣不成？我好心好意帮你送东西，你也太小人之心了吧？锦觅仙子跟我们家大殿下已经有了婚约了，说起来也应该是我们玄机宫的人，并没有见你之理。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锦觅可是认识我家殿下在先，
凭什么你们家殿下横刀夺爱？先来后到，说得好。锦觅仙子跟我们家大殿下4000年前就已经定下婚约了。要说横刀夺爱的话，应该是你们家二殿下不守规矩吧？好，反正我也不想见他。二殿下可说了啊，给锦觅仙子道个歉，跟他讲，今夜有事无法赴约，改日再约。话和东西我可都带到了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要是殿下问起来，我一定来找你。知道了。别咬我了，小乖乖。哎，听话听话。哎呀，你先让我走好不好？哎，你别咬我了，别抓我了，听话听话。我真的有事儿，我晚去的话我就死定了。小乖乖，锦觅仙子。你来的正好，你快跟他说一下，别抓我了，我正有事儿呢。哎呀！锦觅仙子是去赴二殿下之约吗？是啊，他好像有什么事要找我吧？哦，这是七武宫那边的人送来的，给我的。伶俐粽子。嘿，七武宫那边的人说，二殿下临时有事不能赴约了。嘿，这个喜怒无常的鸟儿。那小鱼仙官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殿下在回来的路上被二殿下叫去议事了，恐怕会耽搁一阵。看来这个凤凰心里还是蛮关心我的嘛。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哦，请说。既然你跟我们家大殿下已经有过婚约了，那咱们就不能跟七武宫那边的人牵扯不清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样对你、对大殿下、二殿下都不好。哦，姻缘天注定，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前尘往事，就一并摘了吧。姻缘，乱七八糟的往事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一鸟一兽，要约一道约我，要爽约一起爽，怎么这么有默契啊？他们两个干嘛去了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如此境界，非灵修不能到也。这两个小气的人，灵修这么好的事儿都不叫我。切，也罢也罢，我自己吃粽子喽。我已封锁了南北天门和一切出口，正在合力围剿他。一会儿捉到他，我会带人合围，不怕他不拼尽全力。至于引蛇出洞后，后面的事就交给我吧。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，只要严佑敢拿出3分修为，我定能勘验清楚。我有预感，这条蛇8、9不离十。原以为我与锦觅的婚约会让我们兄弟2人生分，没想到你还是一心为我着想。大殿哪里话，一事归一事，施舍大殿的清誉，黑衣人又是冲着我来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还你一个清白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殿下，蛇仙往玄机宫方向去了。糟了，锦觅还在我宫里。赏花，吃伶俐粽子，快活似神仙。哼，500年伶俐的粽子，看来凤凰真是越来越大方啦。扶墙花已动，疑是遇人来。蒲之君，给我出来！
一猜就中。美人儿，难道你此刻心心念念的也正是我？切，哎，没皮没脸，又能吟出这么酸的诗。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除了你，也没有其他人啦。昙花又叫月下美人，今夜月下美人赏月下美人，哈，真是好事成双啊！哎，你说这火神和夜神是不是神经病啊？放着这么一个好好的月下美人不赏，偏偏要大肆捕杀一条无辜的小蛇。啊？他们要抓你啊？是要把你抓去做蛇羹，还是泡药酒啊？你简直比他们还狠！哎，长话短说，方才我被破军追得紧了，慌不择路才逃到这里，所以啊，顺道过来跟你辞个行。这么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喽。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，还是说真的？他们真要抓你啊？我能做什么帮得上你的忙吗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假意绑架我，你拿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，你有刀吗？我去给你找一把刀，你等会儿啊！哎，回来！你是不是传奇画本看多了你？我还不想这么早被火神挫骨扬灰呢。你不是说他们要抓你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还不算无药可救吗？若早有这等觉悟，哪会落得这般田地？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是说，如果大家有误会的话，其实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嘛，误会解开了就好了嘛。过来。我不过去，你把他放了，我才能过去。你去吧，本仙还用不到你这个小葡萄来保护你。拿下！不是，破日君犯了什么罪了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围攻他？回头再给你解释。火世君，啊，小仙官，你来的正好。不会是来劝架还是打架的？如果是打架的，大可不必了。我顾不着凤凰一个人就能灭了他。哎，小仙官，你快去劝劝他们，让他们别再打了。你赶紧劝劝他们吧。别着急，我需要验证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放心，我们目前还不会要了他的性命。哎。方才我见你水系术法修为尚可，不知遇见你们水系大宗师夜神殿下能打过几招？
我们夜神只修水系，打不过的话，不妨加点火灵调剂一番。灵火珠，是他！快走！蜀仙，我要面见天帝。追，是，走。想不到你还有同党啊！容我换身衣服。天帝面前，自有分说。看紧他，小心他自强。属下明白。快走！寿宴上既然引起了天后的注意，索性就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同到天帝那里。这是鸟族的兵力部署，我去1秒钟与隐雀长老下棋时留意搜集的，替我转交给恩主。切，要交你自己交。拿着。莫回头。今日的事，你休要再管。先生不要冲动，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从长计议。快走！那答应我，3月初我们洞庭湖再议。好。火神涅槃当日，打伤夜神，以兵灵偷袭火神，可是你所为？小仙有罪，今特来自首，谋害火神，冲撞夜神，一切罪行共认不讳。你可知，谋害天帝之子，是何等之罪？天后娘娘驾到！拜见天后。天后，你来得正好。火神与夜神已将黑衣人缉拿归案。好啊，你们接着审。本座也想看看，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我们天帝的嫡嗣？可有人证和物证啊？启禀父帝，火神涅槃当夜，儿臣曾与黑衣人交过手，不慎被灵火珠所伤。今日蜀仙又做夜行装扮，夜闯玄机宫，我们在蜀仙身上搜到了证物。这灵火珠从何而来？故人相赠。故人？灵火珠乃天界至宝，你仙阶低微，到底是何人？夜神和火神与你有何仇怨？你要下此毒手？并无仇怨，乃是出于义愤。义愤？我且问你，
蛇仙颜佑可是你的同党，他素来轻浮无状，寿宴上他掳走锦觅仙子，坏我大事，我怎屑与他为伍？大事？你有什么大事可图啊？到底是谁命你谋害火神？又是谁指使你扰乱本座的寿宴？是水神，还是夜神？父帝，母神此言，先入为主，未免有失偏颇。父帝，母神关心则乱，一时激愤，还望父帝见谅。天后，注意你的言辞。天后，莫要诱使小仙攀咬他人，铲除异己。此事全系我一人所为。好一个敢做敢当的属仙！那我且看看你担得起担不起了。呈上来。果然是天后。启禀天后，属下已搜寻各处，蛇仙生性狡诈，行踪诡秘，尚未寻其下落。刚才去蜀仙府拿人，他并不在府中，但是搜到了他跟各路仙家往来的密函，请天后过目。你速速将蜀仙给我秘密提来。是。这就是蜀仙与众仙来往的书信，陛下且看看，到底平常他与谁走得最近？妖君半月后与洞庭湖对弈，水神下一局棋而已，为何千里迢迢跑到人间？这里面肯定有阴谋。传水神。是。水神与你有何阴谋？洞庭湖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我与水神乃多年棋友，只不过相约湖上泛舟对弈，消磨时光罢了。在你府中搜出了玄机回文锦，你作何解释？渔船尺素，鸿雁传情，天后管得宽了。就凭你这副尊容，怕是用邪魔妖术与水神私相授受吧？各花入各眼，我甲子府怎会有水神私物？障眼法，难不成收在他落香府，亦或是玄机宫？这是灭日冰灵的炼化之法。此乃极端阴损毒辣的水系禁术，有人蓄谋已久，要置我们凤儿于死地，望陛下彻查到底，宁可杀错，也不能错漏。水神仙上道。蜀仙，拜见天帝天后。方才听说偷袭火神的黑衣人现已缉拿归案了。没错，现在正在核查定验。水神，不妨一道来听听，火神与夜神既然与你无怨无仇，为何要行此悖逆？这禁术到底是何人授意？背后是何人指使？灭日冰灵的秘籍和灵火珠确实出自陛下的陈籍，陛下不妨细细回忆，这两件灵宝曾经赠与谁人？方才小仙已言明，此事无人指使，乃我一人所为，全然出于义愤。怪就怪火神乃天后所出。断脊鼠辈，岂敢在此放肆！今日我便放肆一回，将你的罪业昭彰于天下。屠瑶，自你登上天后之位，
便挟势弄权，大兴鸟族，将你的罪业昭彰于天下。屠瑶，自你登上天后之位，便挟势弄权，大兴鸟族。鸟族今年共进新兵2万余名，我又将原来一鸟州各州重新划分，酌情提拔了8名新将领，便于属旅各区。姨母觉得如何？纵容穗禾公主党同伐异，拥兵自固，华界断鸟族粮草数月，天后大笔一挥，代差代行，竟私自开放天界8大粮仓。华界仗着天地隐忍，才如此嚣张狂妄。传我一旨，开放天界8大粮仓。花界断粮，为何我不知？为何不向我上报？陛下日理万机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！屠瑶只是为陛下分忧而已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瞒着我！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本座？屠瑶举措失当，甘愿受罚。可是屠瑶一片丹心，天日可表。母神无心之失，念他一片赤诚，望父帝宽恕。起来吧。对内，延秀攻禅，弑神戮仙；对外，纵容火神用兵伐攻奸能，既无母仪之态，复无容人之量，阴险毒辣，无出其右。我枉为圣孝之首，前身所守1000余年，实在不忍见天界被你搅得乌烟瘴气。今日，我便是粉身碎骨，也要匡扶天道，为那些无辜枉死之人出口气。你，火神涅槃夜确是我动的手，只为断你后，让你也尝一尝离丧之痛。你寿宴上那只老鼠，也是我有意所放。我早已查明，锦觅仙子乃水神之女，故意搅扰，逼你发作。非如此，如何将你心胸偏狭、心狠手毒大白于天下？非如此，如何逼水神与你势不两立？非如此，如何激起花界与你针锋相对？你可知污蔑谋害上神，乃泯灭元神之罪？亦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我是一心为公，还是挟私罔上？公道自在人心。敢问陛下，可曾还记得花界为何叛出天界？可曾还记得厉则速离？住口！岂容你在此隐隐而谈，搬弄是非。这速离可真是阴魂不散了。此事已经一目了然。首先，包藏祸心，谋害火神，顶撞天后，挑拨上神，桩桩件件都罪无可恕。既已认罪，该当伏法。我就知道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小仙只能效力至此，恩主日后就托付于你了。洞庭君，保重。陛下，这鼠辈一介小仙，怎么可能生出这等事端呢？他背后定有同伙，而水神和素离……够了，天后，适可而止吧。水神一向与世无争，况且夜神与锦觅也早有婚约，乃是本座的儿女亲家。水神
怎么可能会与鼠辈勾结？贼鼠即已认罪伏法。火神，儿臣在。定验结案吧。儿臣遵旨。润玉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如今已经真相大白，总算是还了你一个清白。谢父帝。起来吧，水神。锦觅这孩子，我非常的喜欢。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早把她视作自己的骨肉。我看，不如尽早安排，让她与润玉完婚。父帝，陛下，小女修为尚浅，尚未得道飞升，恐非殿下良配。水神，你此话是何意？那贼鼠搬弄是非，挑拨你我君臣之意，本座是一概不信。你可千万不要中了他的挑拨之计啊！父帝容禀，密儿与先上方始相认，还未尝得享天伦。先上舍不得嫁密儿也是有的，不如将密儿多留闺中几日，一来可让密儿承欢先上膝下以尽孝道，二来天界礼数繁多。密儿初来乍到，恐怕不太适应，容儿臣慢慢教导，也不至于乱了天界法度。三来，父帝与先上历代河山，千载君臣鱼水情，儿臣又与密儿两情相悦，非彼不娶，非彼不嫁，两家早已亲如一家。这婚事迟与早，其实并无大碍。好，就依我儿的意思办。夜神得一娇妻，又拜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泰山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大家都是天家骨肉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。旭凤也到了适婚年龄，跟穗禾也是两情相悦。不是，这贼鼠悖逆，陷害火神，并非事出无因。我看，你还是要修身养性，为子孙多造福。先腾出精力，整肃内宫，管好你的鸟族吧。旭凤，天都亮了。是啊，心力交瘁。大殿倒是神采奕奕，不愧是夜神。习惯了。对了，你可知素离是何人？不知道。方才大殿上，属县一提到这个名字，父帝和母神的反应未免都太过激烈了。是啊，父帝正在大殿上，就将蜀县就地正法，又匆匆结案，确实反常。素离这个名字，我似曾相识，却怎么都想不起来。怕又是父帝风流账上的一笔债吧？还是一笔浓墨。你想想看，灵火珠一共就2串，一串父帝大婚当日以聘礼赠与母神，没想到这个素离也有1串，不简单。我对父帝的这件事实在是没兴趣。你要有兴趣就慢慢琢磨，我去教场了。我知道你放不下锦觅，但不管锦觅是否真的喜欢你，你们都不可能在一起。什么意思啊？倘若我将花神的死因据实以告，他定不愿意相信，反生抵触之心，不好规劝。锦觅的生母鲜花神子芬与母神素有嫌隙，就算没有我，水神也不可能让你们在一起。他们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方才在殿上你也看到了，母神口口声声要拉我和水神下水，险些动摇天罡。父帝为了安抚水神，才又将我和锦觅的婚约提上日程。别说你是天后之子，就算是我，刚才水神的态度也十分勉强。
大殿方才的那一出，以退为进，真是高明。旭凤自叹不如。可是大殿别忘了，母神平素里虽严厉了一些，但她熟知天条律例，怎么会知法犯法？谣言多半是不可信的。这些年来，母神的手段到底如何，想必你我都清楚。她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又怎会放过一己？我言尽于此，信不信随你。我自会找母神问明白。旭凤，不论如何，我们都是骨肉至亲。我实在不愿意看你在无望的感情当中越陷越深。大殿好意，旭凤心领。可是锦觅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众人皆知，我与锦觅有婚约在身。不管你怎么想，言行切记分寸，切莫给他招惹非议。那就要看锦觅的心思了。大殿，殿下，方才破军星君来报。什么？儿臣见过母神。昨天折腾了一晚，你不好好休息，还一大早来给母亲请安呢。儿臣不累。儿臣来是有件事想问母神，还望母神能够据实相告。哦，要问什么事？有传言说母神与鲜花神交恶，蜀仙还说母神弑神戮仙，究竟？原来你一早跑来，是为了质问我，是吗？儿臣不敢。蜀仙是什么东西？他的话你也敢信？弑杀天神是犯了天界大罪，你单单只凭他几句挑拨，就跑来质问你的亲生母亲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是这么恶毒的一个女人。母神见谅，儿臣只是关心母神。母神没有生你的气，我们是至亲。只是有件事真的让我心寒，就是你父帝轻信了贼属的几句挑唆，让润玉越过你，一心操办润玉的婚事，连你的婚事他都不顾了。母神，儿臣有言在先，我只把穗禾当成我的妹妹，绝无男女之情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就只有锦觅吗？现在锦觅已经是润玉的未婚妻了，难道你要两兄弟去争一个女人？这成何体统？穗禾有什么不好？他手握鸟族的势力，现在润玉已经得了水神和花界之势，只有你娶了穗禾，天帝的位置你才能稳稳地坐上。我从来没想过取代父帝。今日蜀仙的事情，已经让父帝对母神很不满了。另外，昨夜儿臣在蜀仙的甲子府中，看见一小贼化作黑烟遁去，经儿臣手下追查，这小贼潜入了母神的宫里，思绪隐晦，犯了父帝的大忌，还望母神早做处分，日后谨言慎行，别再触怒父帝了。儿臣告退。废物！两件事，你去查一查4000年前鲜花神陨逝的真正原因，再去查一查一个叫素离的人。末将领命。
可有何心愿未了？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此心安处是吾乡，吾心安处又在何方？这天界不宜久留了。蜀仙先生，你爽约了。偷袭火神时，你可曾授人以柄？灵火珠少了一颗，交给我吧。此事你切莫再插手，万万不可！你若有什么闪失，我如何向恩主交代？回去务必转告恩主，借机用人，事缓则圆。洛离，你应该知道，本座来找你，是为了何事？陛下虽然在大殿上替我说话，但终究还是信不过我，认为我与蜀仙相互勾结。本座想听你亲口说出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的和陛下一样多，但据本座所知，蜀仙在天界与你交往过甚。你二人时常切磋棋艺，难道就不曾聊些别的？若他想跟我说些什么，或许我早就能够认回锦觅了，也可以早一点知道当初子芬所受的种种了。蜀仙虽然暗有所图，但陛下也不能如此草率便处决了他。他说的太多了，本座不能不顾及天下的颜面。仅仅为了颜面，便不顾是非了吗？洛离，你虽然选择清静对视，但你心里应该明白，本座在乎你，信任你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本座失望。我说弟弟一定会接住我的，你看，你吓死我了！再相信你爹爹，也不能开这种玩笑。万一出了什么闪失，该怎么办？知道了。今日我与林秀要好好谢谢两位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未尽半分做父亲的职责，亏欠蜜儿甚多。多亏了有诸位照顾陪伴，才能使他平安长大，大恩不胜感激。张房主，自蜜儿降生以来，
一直仰赖你无微不至的照顾。今日，洛林与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照顾少主，本是我应当做的。季密，我与二位先生商量，你身子才愈，不宜远行。等天界那边的风波过去了，等你养好了身子，你再搬回洛香府，与二位同住。这段时日，我就请二位搬来花姐一道照顾你，可好？真的吗，长房主？我们搬来花姐一起照顾你，还可以教你修习灵力。也好，我可以给蜜儿做好吃的。真的吗，林秀姨？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羡慕连翘了。以前连翘的娘亲老做饭馋我，现在好了，有林秀姨给我做饭了，我再也不用馋她娘亲做的饭了。对吧？蜜儿，快尝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趁热吃。别怕，众人都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好吃，但是我做的鲜花饼还是拿得出手的。尝尝。哦。果然好吃。林秀姨，没想到你做的鲜花饼居然这么好吃，比我做的还好吃啊！你呀，跟你娘真的很像，都这么爱吃鲜花饼。不过呢，性子可完全不一样。你娘呢是水芙蓉，风露清愁，而你是木芙蓉，凌霜尽欢。林秀姨，你给我讲讲我娘的事呗。我不敢问我爹爹，我怕我问他，他会难过。自从你娘被你爹发现的那一刻起，很多事便早已注定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何事慌张？弟子于山林中发现了这个小娃娃，恳请师尊救他性命。这并不是什么小娃娃，它乃佛祖座前的一半莲，误入了因果转世轮盘，奸淫灯灭。有事方从光的间隙中错落在我这三岛石洲上，他的元神本该明灭，若要挽其魂魄，洛林，你慈悲世间万物，须知万物皆有它的自然之法，机缘乃天定，逆之便起孽。师尊，若能留得他一缕元魂，弟子愿承担这反噬之果。那然后呢？后来呀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在三岛石洲修习仙术。师尊令我掌风，洛林思水，子分不花。闲暇之时，月夜之下，你娘控花，我御风，你爹爹照雪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风花雪月。林秀姨，你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，让人好生羡慕啊。不过为什么我娘会爱上天帝呢？爹爹明明这么好。
咱们风流多情的天帝啊，自是手段高明。当时他还是天界二殿下，一日梦入太虚，看见子芬，惊为天人，便生出爱慕之意，指天誓日要寻得此女。因此，他寻遍六界，苦苦的追寻，终于在人界遇到了正在听戏的子芬。小芬在花园之内，得垂柳百枝，闻听得提及速度是。我们回去吧。原来我心心念念不得者，竟然是传说中冷淡清寡的花神。后来他得知子芬是爱听折子戏，便常常以戏文相邀，隔三差五请子芬去听戏。戏里呢，丽人成双；戏外，深情款款。子芬本涉世不深，心思单纯，日久天长，怎不沦陷呢？缘和爱，因和恨，殊不知情深缘浅，方为梦也。没想到你还会唱戏啊，唱得这么好听。因为你娘爱听啊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学会了。我和你娘的情谊，不比你爹爹的少。林秀仪，我知道你那种感受。我以前有个最好的朋友，他离开了，我也很痛苦，所以我知道你那种感觉。不过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娘不在了，但是我以后会每天陪着你跟爹爹的。我和子芬情同姐妹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。对了，无相心经背熟了吗？背得可熟了。那好，明天一早背给我听。今日先歇着吧。林秀仪，慢点走。早点歇着。凤凰，短短一篇《梵天咒》，竟让你背得如此颠倒坎坷。一共49条，你只背对了5条，倒也是实属不易啊。唉，以前总觉得当凤凰的书童苦，没有想到当爹爹的女儿一样不容易啊。林秀仪平时那么温柔的人，教起仙术来比凤凰还苛刻。怎么，蜜儿在埋怨爹爹啊？爹爹。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爹爹，有没有想过，你闺女多半不是一块修仙的料啊？蜜儿，爹爹让你修行，并非是为了要给爹爹长脸。修道意图甚苦，但可以磨练心性。爹爹不想让蜜儿成为一朵温室的花朵。现如今，爹爹陪在蜜儿身边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但终归有一天，爹爹要天人五绝，化归天地，无法永远保护蜜儿的。爹爹，我不要你这样说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，唯有久经磨砺，
经历风霜雨打，方能砥砺成才。爹爹让你修炼，修的是明辨事理，修的是自尊、自爱、自强。日后俯仰天地间，行走任逍遥，无愧于大道良知，更不会折腰俯身任何人。望蜜儿日后能理解爹爹的一片良苦用心呐。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出神。想起和子芬的一些往事。林秀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我没想过这些。真没想过？真的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就没有想过会与怎样的男子成亲，相守一世吗？此生有你和师兄作伴，足矣。那你是喜欢师兄了？你可不要胡说。师兄风朗俊逸，容颜才气皆是天界数一数二，你不喜欢？那你呢？你喜欢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快推我呀！快点，快点，把我推高一点。来了。那你小心点啊，不要摔倒了。再高点，再高点！来了！哦！子芬，之前还说蜜儿和子芬性子不同，可如今细细想来，她们母女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时光久远，我都快忘了，子芬偶尔也有贪玩的时候。岁月匆忙，可惜子芬走得太早了。幸好我们还有这些愉快的回忆。从前，我一直天真的以为，我们三个可以永远在一起不分离，快活一世。不过好在，他把蜜儿留给了我们。世事无常，这数千年来，我没有尽到半分做父亲的责任，着实愧对蜜儿。来日方长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蜜儿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是一位好父亲。为了我的女儿，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。明日，
我便带密儿去求见师尊。这青莲怎么缺了一半？密儿，洛林拜见师尊。锦觅拜见尊上。起来吧。谢师尊。谢尊上。这便是你和子芬之女。正是。弟子恳请师尊解除小女身上伽蓝封印。事过唐突，还望师尊见谅。丹血填井，徒劳而已。难道不能解？不能解，灵力就长不了，那肉怎么办？还望师尊明示。将死之人，伽蓝之液，解与不解，并无差别。师尊慈悲为怀，解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，弟子斗胆，恳请师尊渡小女一命。活一命，非慈悲；活百命，亦非慈悲。普度众生，方为慈悲。山中一猛虎，伤重将死，救或不救？当然要救。不痊愈而归山，不迷路，食若兔。虽活一命，却伤百命。慈悲不得法门，乃屠害生灵耳。锦觅纯良，不染世故，断然不会伤及他人，还请师尊明察。其守六界尊，我今发宏愿，恳请师尊帮助锦觅渡过此劫。洛莲定当上报4重恩，下济3途苦。生又何尝生？死又何曾死？相由心生。世间万物皆为画像，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；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锦觅，你过来。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愿此饭香能助你渡劫。谢谢尊上。尊上，我听说您就是传说中的大罗金仙，修为深厚。我找您很久了，为了见到您，我每日都刻苦修炼，我积攒了好多灵力呢。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叫肉肉，您能不能把他给救活呀？你们很快便要相见了，不过终究是要诀别的。真的吗？谢谢尊上，只要能够见到他，我别无他求。小女冒失了，还请师尊将其封印一解。听说您就是传说中的大罗金仙，修为深厚。我找您很久了，为了见到您，我每日都刻苦修炼，我积攒了好多灵力呢。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
他叫肉肉，您能不能把他给救活呀？你们很快便要相见了，不过终究是要诀别的。真的吗？谢谢尊上，只要能够见到他，我别无他求。小女冒失了，还请师尊将其封印一解。多谢师尊。爹爹，蜜儿，看起来这封印算是解了。只不过这大劫……嗨，无妨。尊上不是已经给我香灰了吗？再说了，有爹爹跟林秀仪的保护，我肯定没事的。好吧。这一遭走的真不知道，还得了个不日将亡的消息。那肉肉是何人呢？肉肉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过他现在只剩这株多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刚才尊上也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还会再遇到他的。难得蜜儿重情义，一直挂念在心。好了，爹爹要下阶不语了，你先回水镜等我，千万不可到处乱跑。知道了，爹爹路上小心。你就是那个锦觅仙子吧？不知道友说的那个是不是我这个？不知天界有无同名仙友，莫要误会了才好。与夜神大殿有婚约之盟的那位。如此说来，我正是你说的那个锦觅。在下有一事想问仙子，还请仙子恕在下冒昧。无妨无妨，你问吧。我父亲说，无论天界还是人间，男子3妻4妾才是大丈夫。夜神殿下娶了你之后，不知还能娶别的神仙吗？锦觅仙子是否会介怀？那是夜神殿下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，不介怀，不介怀。这大胡子天兵，莫不是看上小鱼仙官了吧？不知夜神殿下喜欢怎样的女子？只记得小鱼仙官说过喜欢我，却没听过他说还喜欢其他什么神仙。他应该喜欢我这样的吧？不过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呀？在下有一个朋友，一直仰慕夜神殿下。不过情爱之事我也不甚明白，要不然让您的朋友问问月下仙人，这方面他最懂了。见过火神殿下。你是新来的天兵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属下是夜神帐下。既然是夜神帐下，眼见就要入夜了，怎么不去做准备？在这里干什么？夜神殿下说可以劳逸结合，该休整就……属下这就去准备值夜。去吧。小锦觅，你果然守信用，这么快就来看我，看凤娃了？狐狸仙，见过叔父。乖。小锦觅，自从你的真身变成了一朵双花，就这么一日日的骨瘦伶仃下去，倒不如那圆溜溜的葡萄富态可爱啊。凤娃，交给你个任务，把他带回宫里去，好好给他补补啊。他现在期待姨巴拉姑多得很，不归我管。你还说我呢？那你呢？你身为一个狐狸仙，为何真身只有1条尾巴？
我听说灵狐上有8、9条尾巴，何况你这天下第一神狐，你为何如此寒酸？你不觉得有9条尾巴傻气得很吗？会吗？我若将尾巴垂下来行走，就像个移动的大扫帚；我若将尾巴竖起来，不就像一只开屏的孔？啊不，开尾的穗禾。穗禾。还是你现在这样，比较顺眼一些。就是吧。殿下。啊？哎，莫在人后嚼舌根，看见没？说孔雀，孔雀就到。好巧啊！姨母唤我来叙话，本想拜见之后再去七梧宫中小坐，不想却在此处遇见了殿下。拜见月下仙人，穗禾这厢有礼了。乖。一直听说夜神与水神长女有婚约，却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如今锦觅仙子东风已至，恰巧又是花神之女，可真是百花齐放。不知婚期可定，届时大宴可莫漏了叫我。婚期呀，婚期应该快了吧？母神还等着你呢，别让母神等着急了。殿下所言极是，穗禾这就告辞了。锦觅，婚期定了，一定要告诉我啊！一定一定，放心吧。你干嘛这副表情看着我？我问你，你真的要和润玉成婚吗？不行吗？大家都挺开心的啊。爹爹跟林秀仪他们也同意，都觉得挺好的。为什么你每次听到我的婚事，都要这副表情啊？哎，旭凤，你这孩子好什么好啊？你就应该跟旭凤在一起啊！你觉得他好啊？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啊！我不会跟你抢的，放心吧。你。凤娃，凤娃，凤凰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只不过是之前的温真剧毒留下的旧疾，忍忍别过去了。既然有病痛，自需及时问诊啊，怎么可以忍耐拖沓？哎，师傅，我这就带你去找老君去。狐狸仙莫急，我可以救他。你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病了呀？这个可是我最宝贝的侄儿了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放心吧，我这备有祖传的夜幽藤，专治温针之毒。啊，花界圣草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儿。好，快，我们送他回七梧宫去。好，走。哎呀，小锦觅，凤娃就交给你了，好生照顾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还好我把上次种的夜幽藤做成了药丸，不然的话，真的该束手无策了。你醒啦？这个是我刚刚给你弄的夜幽藤水，既然你醒了，那你自己喝吧。你怎么了？头疼。头疼？你刚刚不是胸疼吗？怎么又头疼了？反正就是浑身疼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疼。这便是常言道，多行不义必自毙吧。谁让你平时老仗着灵力高欺负我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。
我先扶你起来，把这个药喝了吧。怎么了？太烫了。哦。又怎么了？太苦了。现在试试。又是怎么了嘛？太什么？你就是不想吃是不是？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那我就用上次的办法来喂你了。你这夜游藤是不是放的时间太长了，药效都没了？为什么我喝完还是这么难受啊？不可能呀！你怎么了？我现在有胸口疼，该如何是好啊？要不然我帮你揉揉吧。是好。躺下。睡着了5次，一晚上整整5次，中了5次油藤，才安生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哎呀，原来你对我还是有几分上心的。你说你死都死了，眼珠子怎么还能转呢？不对不对，你得翻白眼、吐舌头、脖颈子僵硬倒下去，会吗？看我的啊！翻白眼，吐舌头，学一个。你这个眉毛也不对，你这个眉毛吧，还得塌一塌，这样。我说你一个堂堂的神兽，你怎么连装死都不会呢？怎么这么笨啊你？你干嘛？哎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保持啊，屏住呼吸，不要动。这回死得不错，死得不错啊！哎，延寿，继续这样死下去。延寿，这是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你不错，得到了5分真传，继续努力。为了奖励你，明日我给你换个菜式吧，卷心菜怎么样啊？原来是蜜儿你。所谓读破万卷书，不如一技随身棒。我看那小兽羸弱得很，我怕以后其他的神兽欺负它，所以
将我锦氏独门秘诀传授给他。这上天入地、奇技淫巧的，都不如这炸死一招管用，是不是啊？小鱼仙官，你想学吗？要不要我也教教你啊？我不学，也不会让你学。只要有我在你身边一日，我便会护你平安康乐一日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一丁点机会使用此锦氏独门保命之窍。小鱼仙官，你这个眼神就像喝了10坛桂花酿一样，像是中了什么魔了。爹爹，水神先生，蜜儿，昨夜你去哪儿了？昨夜啊，昨夜我听闻叔父最近迷上了折子戏，昨日因缘府里关系，而蜜儿与叔父素来投缘，怕不是被叫去府中听戏了吧？哦，对，昨日我去听戏了。月下仙人喜欢人多，下次爹爹跟我一起去吧。月下仙人看见你肯定欢喜呢。我姓喜静，那些喧闹之声我消受不起。你若喜欢，自去便是了。哦。今日花界无雨，怎么却出来彩虹了？蜜儿贪玩，我怕她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便用水雾架起了虹桥。如此，蜜儿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抬头，便可看见回家的路，便可一起，在虹桥的尽头，还有一个默默守候的。还有一只默默守候的野兽。他哪里像默默守候的样子？夜神殿下，实不相瞒，原本我想取消你和蜜儿的婚约，只不过前几日路过北天门，恰巧碰见你二人互诉衷肠。我虽然厌恶天家，却不能让自己的女儿步他母亲的后尘。爹爹，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让你和心上人终成眷属，美满此生。天上人间，难得是真情啊！这几日我见夜神对你情真意切，做爹爹的也就安心了。夜神性格温顺，办事妥当，是一个值得托付之人。蜜儿心浅，夜神日后要多多担待。蜜儿，你既然主意夜神，那就要心无旁骛，方能长久。不要让夜神再为你担心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润玉一定不负先上所托，好好照顾蜜儿。蜜儿与先上刚刚相认，父女情深，理应多些时日相处。那润玉就先告退了。走了，眼兽。走吧，弟弟。夜神性格温良，实乃良配。看来爹爹很喜欢小鱼仙官嘛。蜜儿，今后七巫宫那里尽量少去，不要让夜神担心啊。为什么呀？大家都是朋友嘛。如果那样，凤凰该不开心了。火神虽然出类拔萃，但是他久居上位，性格孤傲，眼里又不容瑕疵。况且他少一些宽厚仁德之心，其母又……罢了。总之，你和润玉已有婚约，就要好好顾及他的感受，不要让他再伤心了，可知道了？前线军报，望城河下游西北角一带，魔界西城主与北城主争夺地盘，兵祸连绵数月不止。又是忘川，难道魔界三王竟袖手不管吗？陛下，我们必须早做应对。
免得殃及天界。伏地母神无需担忧，儿臣一直留意前线军情。魔界两城主素有积怨，一向不服三王辖制，眼下仅限于群魔内斗，争抢地盘，并未越界。启禀父帝，儿臣以为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忘川乃天魔边界，地处要冲，此乱可大可小，不可轻视。儿臣以为可调一支精兵开赴前线，驻扎在忘川上游，以为威慑。旭凤言之有理。近年魔界骚乱不断，旭凤，你必须多替父帝分忧啊！天后费心了。陛下言重了。屠瑶也静心反思，思及过往所行，确有不当。从今以后，屠瑶必会忠于陛下，忠于天界，尽心尽力。儿臣愿亲自带兵前往守卫。儿臣也愿前往。好，火神即刻前往五方天将府，亲自抽调一批精锐部队，前往忘川。如有变故，相机行事。儿臣领旨。蜜儿，爹爹，林秀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愧是师尊啊！迦兰音一解，蜜儿的修为果然是一日千里。蜜儿，你要好生修炼。你爹已经向天帝奏请，准你进仙。真的吗？嗯。谢谢爹爹。锦觅，怎么了，连翘？乌鸦来了。啊？烧焦的那只。凤凰，它在哪呢？在外面等你呢。客从远方来，当尽尽地主之谊，去吧。嗯。你的凤翎呢？我给摘了。你怎么能摘呢？这是护你平安的，快带上。爹爹让我摘的，这里是花界，很安全的，放心吧。是啊，如今你有了爹爹，还有那么多人在身边陪着你、护着你，我又算你什么人呢？怎么不算？你是我的。我是你的什么？火神远道而来，何不进去宽坐小叙呢？爹爹。见过先生。小臣前来只是跟锦觅辞个行，便要率军开拔了。一日有暇，定向先生请教博弈之道。殿下志在四方，奋发图治，实乃天界之福。凤凰，你要去打仗了吗？那你要多多保重啊。只是我这一走，就不能亲眼见证你的进仙仪式了。不碍事的，我去给你酿一壶桂花酿，等你凯旋时，我为你庆功。好，为了你的桂花酿，我也要早日凯旋归来。嗯。罗琳，好，这是我刚学着做的，尝尝。
有劳了。今日见了火神，可与他把话说清楚了？火神今日神色匆匆，出征在即。如果此刻劝他离开密尔，恐扰了他的心神，与战不利。我打算等他班师回朝之后，再找个机会与他恳谈一番。旭凤那孩子，光明磊落，一身正气，倒是与他爹娘截然不同。看他对蜜儿用情至诚至深，并不亚于润玉。若非他是天后之子，倒也不失为一位良人。锦觅和润玉两情相悦，况且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无论火神是谁的儿子，都不该介入他们二人之中了。花界精灵锦觅，天资敏慧，明心见性，皈依太上无极大道，特进一品上仙。望尔行合于道，保清修于往谢，故磐石于千秋，皇天厚土，实所共建。小心照料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抛下这些俗物，云游四方？等我统一了这6节，我们再生一对儿女。男孩就让他继承大统，女孩就让他新任花神。那时，我们就祭请山水，遨游9天，可好？子芬，儒家有女初长成，我们的心愿便由她来圆满吧。天帝陛下授青莲冠。仙子锦觅，乃仙花神之一脉，理应承继花神之衣钵。如今花界群芳无首，宜加封锦觅为花界新任。陛下，且慢。老君有何高见呢？启禀陛下，精灵飞升，直受上神，天界尚无此例。与道统法统皆不合，望陛下
还要三思啊。天后又有何高见呢？陛下，元姬仙子有要事启奏，陛下不妨听听，再做决断，免得误了孩子的前程。元姬仙子，你有何本要奏啊？启禀天帝陛下，近日天象异常，6界生灵各族恐降灾祸，小仙反复推算星象，方追溯到源头。此番缘由，皆因锦觅仙子。我？荒唐！锦觅尚未进仙，有何能力影响天象？元姬仙子恐怕是高抬了小女，也许是推演有误，也未可知。小仙已推算了100遍，否则岂敢奏明天地？锦觅仙子本性善良，可当初偏就是个元神寂灭的天命之理，此事斗母元君也是知晓的。水神，可有此事？师尊确曾点拨。虽说眼下灵力提升，但锦觅仙子从一介精灵修炼，先天灵力不足，后天又历练不够，神元尚未修炼纯净，便晋升上仙或上神，恐怕有损6界神本，故而生出了天象异兆之警示。锦觅现已今非昔比。锦觅仙子虽然受了诛仙的灵力护体，可是却不能顾其本源，这一点，相信水神比本座更清楚不过。既然如此，元姬仙子可有解法？解法嘛，自然是有，只是不知锦觅仙子答应不答应。是何解法？自然是历劫历够了，便就解了。历劫？6界之中，凡人最苦。所谓人，生来就是吃苦的，只需要锦觅仙子洗去在天界的记忆，去凡间历劫数十载，于天界来说，也就是数十天。这番走一遭便可。原来这么简单啊！那好说好说。不过天帝天后，锦觅有个不情之请，如果真的去历劫，能不能把我投到上古啊？为何？因为上古的驴肉火烧闻名遐迩，锦觅垂涎慕名已久了。锦觅，此事关乎神本，也关乎锦觅仙子的仙缘。待她历劫归来，自然水到渠成。陛下意下如何？好吧，既然锦觅仙子你也愿意历劫，那么为着锦觅仙子的仙缘，也为着天界的神本，仙子锦觅，锦觅在，你回去准备一番，3日后下到凡间，待你历劫归来，便可正式晋升为仙。是。先生，天后娘娘有请。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，这凡人的命里，务必经南斗，过北斗，最后全由元姬仙子负手乾坤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几千年来，
你尽忠职守，任劳任怨，本座自是看在眼里。你推演6界命理，阴阳调和，自是功不可没。天后谬赞，职责所在，小仙也只是谨守本分。今日叫你来，自是有事情让你办。你若办好，那自然功劳少不了你。请天后示下，凡力所能及，小仙定尽心尽力。这凡间最苦的劫难，你可知晓？回禀天后，这凡界凄苦一层套一层，各有各的苦，实在是难以定论。那就给锦觅安排一个凡人里最苦的命数。这个锦觅仙子仙根不稳是真，但修行上佳，倒也不必令那最苦难的结束。哼，小小的精灵，妄想着升仙封神，生生夺了6界精灵的福祉，在天界里传出去，天界威仪何在？岂不是个个小精灵都妄想着位列仙班？既然是渡劫，就必须得经历最不可能化解的劫难，渡过了才叫渡劫。天后说的是，渡劫并非易事，只是小仙位卑。你尽管放手去做吧，若做好的话，本座必定铭记于心。你的仙阶也该进一进了。若是你做不好的话，天后厚待小仙，小仙感激不尽，小仙必当竭尽全力。小仙这就回去准备一番，3日之后，便将锦觅仙子送入凡界。先生，火神殿下有请。啊！哎，请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哎，这军令如山，凤娃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为什么我一不在，他就生出无妄之灾？这次又是谁啊？这锦觅历劫飞升呢，乃是天地明发上谕，势在必行啊！你现在回去也没有用啊，不如先听听元姬怎么说。火神殿下，仙子免礼。姬姬，红红，你这可是要转行投军了。这3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给人保签拉煤啊，乃是老夫一生志向，我岂能半途而废？那你这不是要撮合仙魔恋了吧？可是这军帐之中都是些糙老爷们儿啊！听说今日在九霄云殿上，元姬仙子当众展示了一番推演绝技啊！这个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只是事关天命，亦关乎锦觅仙子的仙缘根本，不得不据实以告。元姬仙子可知推演不准的后果吗？小仙岂敢不知，只是小仙职责所系，不敢出半分差池。不知仙子此次安排锦觅下凡历劫，布的什么命理啊？这个历的什么劫，受的什么命？父母如何，家境如何？平日里接触的每个凡人都是什么来头？历劫长短，诸如此类，可有具体的条陈呢？这个所谓凡人，都有凄苦，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爱别离。这个万望火神殿下体谅。既是历劫，锦觅仙子此次自然是要凄苦皆尽量多受疾苦。若能凄苦全受，叔父我自然会给锦觅签个好郎君的，这个凤娃放心。叔父想让锦觅跟哪个爱别离啊？不可以。不若咱们给锦觅仙子安排一个天煞孤星的命格，身份便是那看破红尘的出家人，殿下意下如何？不可以，真要悟出什么来，你们哪个能负责？
那再不若给他安排一个男儿身。不可以，亏你想得出来啊！哦，有了，凡间有个圣医族，擅长炼药，他们追求以圣洁的灵魂为他们的王祈福延寿，是以100年来只有女子，且皆为处子。别说是陌生人了，就算是只不认识的鸟儿虫儿都见不着。偶尔外出，他们会抱养那些被人遗弃的女婴，以延续族人。此族对圣女的规矩极为苛刻，一生不能露真容于男子，不得婚嫁，如此就更别提爱别离了。那暂且先这般定下吧。唉，这母子2人生生是要气死本仙。那鸡鸡是听天后的还是听旭凤的呀？我掌凡人命数，位卑权重，若是轻易屈服强权，还能500年、1000年的干下去，自然是要听天帝的。好骨气，给他们撑腰的是天帝，2尊大神谁也开罪不起。幸好我灵机应变，想出一个2全之策。什么呀？本仙给锦觅仙子排的是圣医族里面最凶残孤寡的命格，管教天后满意，也可叫火神安心。好计谋！那老夫这一展身手的机会也终于来了。又改行做裁缝啦？自然是给渡劫的小锦觅穿红线用啊。个老子的，天后要越俎代庖，旭凤想自作主张，怎么可能？他们只管神仙的事儿，可这凡人命数里的姻缘却归我管。此番只是不许锦觅爱别离，可是除了爱别离之外，到时候他要经历了什么戳心戳肺的情节，那可怨不得我们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可不正是，我们可是清白的。不打紧，不打紧，不才7苦吗？这些什么生老病死、爱别离的，可比9981难简单多了，不是吗？爹爹，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师尊曾经点拨，却没说破，没想到在此应验了。虽说去人间历劫会受不少苦，但若可以化解天劫，固本培元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诸位先上莫要担心，人间历劫不过区区数十日。蜜儿是我未来的妻子，虽然不能干预历劫，但是润玉愿意下到凡间，陪蜜儿一起经历这人间的悠悠岁月。未经通报就擅闯七无宫，我当是谁呢？今儿个吹的是什么风啊？把你给吹来了。锦觅先上，聊天师兄，先上可折煞我了。当年你还在七无宫的时候，也没听你这么叫过我呀。如今你已经是先上了，就别这么客气了。况且你已经许了人了，就别再骚扰我们殿下。一日同门，终身同门。廖听，你、我、废墟还有凤凰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你可别想丢下我哦。哼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哦，这是我自己酿的桂花酿。我本来想着等凤凰班师回来为他接风用的，可是这不，我马上去人间历劫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几天后才能够回来。我方才把他们从花界挪到了这里。哦，
如果凤凰仙回来了，你要告诉他哦。我把桂花酿埋在这儿了。算你还有良心。你放心吧，殿下，他一定会等你回来再喝这些酒的。嗯。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没事，都埋歪了。起吧。殿下，西城主和北城主今日均无异动，双方都已鸣金收兵。知道了。今日是锦觅下凡的日子，希望还来得及化别。此次魔界并没有进犯天界的意图，只是内部的地盘之争。殿下料敌机先，属下实在佩服。此处离变成王的领地不远，刘英的暗哨也已经埋入了两军阵营。如果真有异动的话，变成王不会坐视不理。传我令，命破军星君带领右军继续防守监视。有他在这儿，我便放心了。你带领主力撤回，我先回去向父帝复命。属下明白。爹爹，你好好保重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锦觅仙子，快请吧。你们很快便要相见了，不过，终究是要诀别的。肉肉，我们真的还能再次相见吗？估摸着，凤凰喝完那坛桂花酿，我也该回来了。锦觅，你要多保重。此去一别，就不知何时能再见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锦觅，永别了。什么永别了？误了时辰，命数会差之千里，也会影响历劫的质量。人生苦短，转眼一瞬，入这因果天机轮盘转一转，眨眼的功夫就焕然一新回来了。殿下，您可回来了。殿下，属下方才见一黑影潜入紫芳云宫，属下以为是属仙余孽，便尾随其进入了偏殿。不料母神可有危险？天后娘娘一切安好，只不过属下在无意间听到了那人与娘娘的对话。原来天后娘娘故意将您支去忘川，想要趁您不备，在人间
在人间杀了锦觅仙子。我要下凡，让开！天门宵禁，殿下见谅。凤娃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都没来得及跟锦觅道个别。锦觅现在何处？都已经下去了。快叫我和锦觅拴在一起。好。启禀天后，二殿下方才冲向南天门，要下凡。见天门宵禁，殿下他向因果天机轮盘方向去了。和我争，这因果天机轮盘一入，你便是有去无回。看你还怎么和我争！哎，殿下，怎样才能收回利剑？这劲都进去了，可让小仙如何收回啊？殿下，元姬仙子只是在履行职责。旭凤，殿下！梁元金啊！照顾好凤娃！元姬仙子。我定会为二殿下和穗禾公主安排一个上格之命，让二殿下在人间文能满腹经纶，挥墨高吟；武能安邦定国，威名远震；让穗禾公主貌美富贵，集万般宠爱于一身。总之，让二人在人间顺风顺水，安度一生。好，你知道怎么做就好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哼，怎么是个女娃？呀，真晦气！哎呀，赶紧扔了，咱家多不起这一口饭。是娘对不起你，希望老天开眼，能为你谋一个好人家。不对，既已入秋，斗柄当冲西。蜜儿也该降生了。
好的。我看一下。哎，可以了，慢点，慢点，还没那个去下班了啊，拿过去吧。好。这个要分类哦。这个可以了，拿过去吧。哎，好。说了吧。啊，慢点切，慢点切啊。快了，快了，可以了。等我一下，真乖啊。是不是呀？什么？你觉得他是弟弟还是妹妹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是弟弟。我觉得他是妹妹，你呢？你猜他能有我们这么好看吗？他一定没有我们好看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呀。圣衣族僻壤之地，远离尘嚣，算得上是一方净土，正好有利他修行。你且看一看，是否有人干预插手紧密礼节。倘若一切正常，便返回天界吧。此事不宜声张。是。倘若有何变故，及时密语传回。参见天后。穗禾和旭凤可还好？回天后，两人皆安好，于凡间的一王公降生。你设法恢复穗禾的记忆，好让他们俩趁此机会培养感情。是。那锦觅如何？天帝派了元姬仙子，日夜看护锦觅，属下一直没有机会动手。罢了，先缓几日吧，免得天帝抓住本座的把柄。屈原明白。你的灭灵剑练好了吗？回天后，灭灵剑是以齐渊的骨血炼化，颇费些功夫，还望天后多宽限几日。几日？那好吧，那就再多宽限你几日。谢天后。我叫锦觅，无父无母，从小被姑姑收养。锦觅，怎么我跟你一起去采药，每次都下雨呢？而我自己去采药，却不下雨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真倒霉。羌活，我的好姐妹。12岁时，圣女给先王殉葬了，长老们和姑姑商议，公推我继承了圣女的衣钵。羌活，我的头有点晕。锦觅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毒了？来，你先在这靠一会儿，我去叫姑姑救你。锦觅，你身上有一条虫子。
冷静理智如我，冷静理智如我。可以入药啊！你把我衣服弄脏了，我一定告诉姑姑。告诉她我也不怕，谁让你先吓唬我的？别跑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枪火，其实呢，我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你。我从小到大都能看见神仙。神仙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没错没错，神仙啊，自然都生得特别漂亮。神仙是不是法术特别高强，4个头，8只手，然后个子像山那么高？瞎说什么呢？我在跟你说真的呢，我真的能看见神仙。我才不信呢！你肯定是在骗我，你是在梦里见的吧？你才在梦里见的呢，谁像你啊，成天迷迷糊糊的。我就是能看见神仙，就站在我前面，还冲我挥手呢。我才不信呢！你肯定是在骗我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是真的能看见。我从小就能看见。那你告诉我，神仙长什么样？我就啊，枪火，我被砸了。我看到了，我被土豆砸了。是啊，树上为什么会结土豆呢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倒霉的事情总是找上我。但竟也习惯了。我在枪火的陪伴下，一路跌跌撞撞的长大了。小神以元神下凡观察数日，目前锦觅一切平安，只是时常会遭遇一些小挫折，不过也算是乐天安命，十分自在。他还是那么没心没肺，幸好有夜神在，趁着值夜，能悄无声息地带我们照顾锦觅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们花姐不受天界的规矩约束，不如我去人间守着她吧。各位宽心，此番锦觅历劫乃是天地钦定，诸位仙上不宜时常露面，以免落下口实，反倒阻了锦觅进仙。往后，润玉便是大家的眼，便由润玉守护锦觅吧。旭凤如今在凡界，也免不了征战沙场、颠沛流离之苦。我身为亲生母亲，实在看不得她受这样的苦。回禀天后，殿下贵为火神，即便如今下到凡间，命格也非常人所能及，人间运数也非小仙所能掌控。但小仙相信，以殿下之威武，必将所向披靡，逢凶化吉。若不是怕有损旭凤的元神，本座恨不得立刻中断这场历劫。殿下下凡积累功德，也有助于他的修行。你竟会挑好听的说。那锦觅呢？锦觅又如何？回禀天后，锦觅现在正在圣医族练习辨别花草。什么？辨别花草？这算渡的什么劫？回禀天后，命数已定，不宜干涉太多啊。元吉仙子，你可记得500年前南斗六星因何放弃了玄清九真大司命之位，拱手让给你？小仙可恶，天后吩咐，小仙焉有不遵之理呀？很好，我从来见不得敷衍了事。既然是历劫，必须得体验撕心裂肺的苦楚，否则便是故弄玄虚，欺瞒天地。天后明鉴，小仙胆小，向来循规蹈矩，
奉天地旨意办事。你别拿天地来压我，天地从来没说过不让锦觅受苦。我不为难你，我只教你一句话：不聋不哑，做不得神仙。天后教诲，小仙铭记在心。好，你退下吧。话说这天下大乱，四海不统，九州百姓朝不保夕呀，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直到一个少年横空出世，力挽狂澜呐！这位少年便是当今翼王，长剑所及之处，更是飓风刮过，止戈为舞啊！好，乱世群雄辈出，却不及一王万一。这平定四海天下、解救百姓于倒悬的，只有这战神翼王。好。锦觅，这翼王可真是个大英雄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天下兴亡成败，不都苦的百姓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，翼王是个大英雄，他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他死了，我还得陪葬。好了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走了。这翼王是能文能武，一表人才，乃是无数少女心之所向，可早与那南平郡主定下婚约。好的。姑姑，圣女这些日子带着枪火苦修药膳，甚是辛苦。今日还是由我来炼药吧。那就劳烦姑姑了。对了，刚才我去药房检查，发现缺少了几味药材，不如我带着枪火去罗耶山上采些回来。真的吗？外面一定有很多好玩的和好吃的。枪火，你与圣女一起长大，你怎么就没有学到圣女身上半点沉稳之气呀？圣女既然点你跟着她，对你言传身教，你也该长进些了，好好辅助圣女。瞧你那坐不住的样子，我看你还是别去了，留在这里给我炼药打下手吧。姑姑，圣女出去采药，怎可无人陪伴？而且这一出去就好几日呢。无妨，无妨，能够给姑姑打下手，多少医女都求之不得呢。枪火，这段时间你就跟随姑姑好好潜心修学，待我归来时定会有进步，对我辅助也会更大一些。哦，圣女真是深思熟虑啊，只不过一个人出去采药，确实是有些不妥。我从小生在这群山当中，条条小路熟记于心，姑姑岂会不知？若是让这些小姑娘跟着我，万一她们踏完丢失了，我还得费劲的去寻她们，不是吗？那这些时日就劳烦姑姑了，我去就回。好，小心点儿。愿翼王万寿无疆，愿翼王万寿无疆。愿翼王万寿无疆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专门给翼王老儿配药的圣医族。当然，听说现在的翼王不是老儿，而是小儿。不过不管是个什么东西吧，总归他平日里吃的，小到一碗药膳，大到延年益寿的长生不老药，皆是我们圣医族研制的。当然，这个长生不老药嘛，
尚在不断完善之中，这个还是要尽早，不然，皇上。 秦董，你带领众将士在此休息几日。本王此次围猎，不日便回。是，皇上。梁国人，随我突围！
冥之怒重现人间，那灭灵族竟然还没有死绝。能换来幽冥之怒的灭灵族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难道是他？轩儿，魔尊，轩儿，世子可有好转？还是老样子，毫无醒来的征兆。那火神称，服下固元金丹，世子3日便会醒来。可现在，都多少时日了，世子至今还是未醒。我看天界的人，果然是不可信。徐放，小王以为，火神是故意置世子们的生死于不顾。现在，炫兽世子昏迷不醒，赤兽世子又疯疯癫癫。魔界后继无人，未来堪忧。这分明就是天界欺压我们魔界的阴谋。轩儿，要是醒不来，我绝不会轻饶了旭凤这个天界小人。杀了这么多官兵，不会是个亡命的土匪吧？医者仁心，有救无累。不过，这个土匪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，湿了都是皮外伤，看来都是别人的血。啊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你一个人活下来了，命可真够大的。情况呢，有些棘手，不过算你命大，遇见了我医中圣手，不然这小命可难保喽。我现在呢，去给你弄药，好生躺着吧。你这伤口可不是摔伤擦伤，分明是利器划伤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当时明明记得，他的长刀已经向我砍过来了。天界的人，我当时只觉得心口一热，当我反应过来，发现只是皮外伤，那个人胆子小，看一击不中就逃走了。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好险啊！万幸上天眷顾，你人没事就好。你可记得是谁动的手？那个人戴了一个面具，我完全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子。奇怪，我们圣医族一向与世隔绝，与人为善，什么人要来杀你啊？我想，他并不是来杀我的，而是因为我爱了他的刀子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姑姑还有长老们，只是皮外伤，免得他们担心，知道吗？
大半夜的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这话我也正要问你。这千年雪参是给翼王做不死乾坤丹的药引，你大半夜拿它出来做什么？对啊，我打算拿它给翼王炼药呢。别蒙我，丹药还没炼出来呢，要这药引子有何用？你是不是要拿去给不相干的人治病？别瞎说，哪有什么不相干的人？刚才给你包扎伤口的时候，你就吞吞吐吐的，一定有古怪。是不是你进山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人？医者仁心，广施人道不分贵贱，平日里姑姑教你的，难道你全都忘了？果然，是谁啊？这件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哎，这要是让姑姑和长老们知道了，你就完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只要你不说出来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江湖。可是，锦觅，你可是我族圣女啊！给我，你给我。哎呀，我且问你，我们圣医族立足100年，侍奉过6代翼王，可是有哪位圣女真的炼成了长生不老丹呢？有哪代翼王真的长生不老了？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老，为何还会有第6代翼王呢？权贵们求取长生，不过是做一场虚无缥缈的春秋大梦罢了。而我们炼药，明知道不可能，只是自欺欺人。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药去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呢？反正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，大伙儿也不能跟着你陪葬。羌活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圣女，你放心，天大的事有我，大不了我最后把这条命偿给他。反正我的命最后也都是翼王的。你不惜命，我却不能眼睁睁看你送死。旁的事我都可以依你，只有此事万万不可。羌活，对不起了。你又……对不起，羌活。女人一方，莫非本王疯了，离魂了？这个人睡相可真差，睡着睡着把衣服给睡脱了。不愧是千年雪参啊！这人为何似曾相识啊？他是哑巴。我怎么失声了？不是我，我竟然失聪了，还是个聋子。我为何要把这该死的剑给捡回来？真是作孽！我，
咦？我难道是他救的？我帮你包扎的。啊，总算是反应过来了。我可是你的恩人，好心救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。刚才在那里差点把我腰给弄折了。你的衣服脏了，全是血，很臭，穿不了啦，穿不了啦。我究竟是怎么了？那黑衣人什么来路？莫非是南平侯派来的？想说什么？用这个写下来。无计奈何。没想到这个土匪腹中还有几滴文墨，字儿写的倒是不错。病万变，药医万变，可否详告日常饮食？瓜蒌焖称，草乌炖黄芪，藜芦甘草汤，人参玉竹炖鸡，川贝炖鹧鸪。一个土匪的伙食，竟然如此之好。你这个昏倒的原因是与人打斗，体力耗尽所致，但你这个聋哑之症嘛，却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哦，18反，19胃，中毒。半楼，背连击，公屋，朱山，心勺，判离炉。你每日2餐皆有几样菜式是固定相克的，日日食之，体内淤毒错杂，若不及时救治，不出1年就会毙命。可能医治？非常之急，必待非常之人。易如反掌。瞧你刚才那么穷凶极恶的样子，差点把我给掐死。那就拿你来试几味虎狼药吧，原来都是我自己吃药，如今郡主，平日你并不喜欢这舞刀弄枪的，今日为何训练起这飞黄军来？表哥喜欢啊。大征之势，天子兵强，马壮者为之。我若连这半点军务都不懂的话，日后如何成为表哥的贤内助？王上若是知道郡主这番心意，定当龙心大悦。对了，咱们在此秘密练兵之事，莫要传出去。等表哥回来了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是。叫他们好好练，练好了，本郡主有重赏。是。不好了，郡主，怎么了？王上出事了。什么？此番火神下凡历劫，消息可否属实？小的亲眼所见，火神确实成了血肉之躯，才对战100余人就已半死不活。他既是个凡人，又半死不活，为何不一刀宰了他？魔尊容禀，小的确实想一刀宰了他。正要动手，突然闯入一位蒙面女子，小的以为她只是一介凡人，一刀砍向她，竟然被一股神力反弹回来。她似有仙气护体，小的怕有天兵埋伏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先行撤回禀报。废物，连个半死不活的凡人都招架不住，还有什么脸面做魔？滚回去做人吧！给我下去！谢大王。灭灵族卷土重来，火神那边要打草惊蛇，难道是老天要亡我吗？恭喜魔尊，此乃
大兴之兆，魔界100万种，就属你这条舌头最没脊梁骨了，翻来覆去的，此话怎讲啊？如果用寻常刀剑杀了火神，只会助他结束历劫，早日回到天界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那以你之见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人间逍遥吗？魔尊难道忘了灭灵剑？火神历劫这当口，恰逢灭灵族重现世界，这不是天赐良机？你的意思是夺取灭灵剑，杀了火神？魔尊圣明，正好借这个良机，为2位世子讨个公道。以往天界仗着有个火神，对我魔界指手画脚，妄图把他们那套假模假式的规矩强加于我们，扰乱我魔界的清净自在。就算不为我那2个苦命的儿子着想，本王也是忍无可忍，势必一争。你素来可靠，此事就交由你去办。记住，千万不能让变成王那个老匹夫知晓。小王明白。续凤鸟神，无儿之仇，不可不报。孩儿们，为父定要杀了火神，灭了穷奇，回他们的元神来替你们报仇。参见天后。天后，请看。这便是你用骨血所做的灭灵剑。是。如何使用？按于剑上，进攻射出，神挡杀神，魔挡杀魔。管教对方魂飞魄散，暂无回天之力。很好。元姬仙子那边，我已经关照过了，你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是。如果锦觅那个小妖精又回到天界，唯你是问。屈安明白。我一定是中了邪。经贸族中之大部委，拿这么贵重的草药给他治病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？啊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亲手照顾的病人份上，全当是见面礼了。喏，用我的山葡萄去苦。甜吗？是不是很甜？看样子很甜啊。哦，好酸啊！酸死了，一点都不甜。骗子，竟敢戏弄我！在下是酸。啊，原
原来是个醋坛子啊！当你的老婆一定很倒霉。何时可遇？不出半月，药到病除。不知医者芳龄几许？山中岁月容易过，世上繁华已千年。或许你该问我高寿。唉，自打我记事起啊，便学着这些玄之又玄、模棱两可的话，不然怎么镇得住族里上至七老八十，下至牙牙学语的姑奶奶们呀？看你的模样嘛，跟我一边大，可是论起道行，哼，你叫我声祖师奶奶也不为过。瞧他年纪不大，言谈举止却深不可测，是得道高人，还是故弄玄虚呢？为何招惹官兵？梁国人。梁国人，那又如何？侵我国土，辱我妇孺，多行不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还蛮有境界的，这么有志气，为什么不从军，反而当土匪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兵匪不分家嘛。了解了解。啊，高山仰止。哼，绝非儿戏。这个土匪气性怎么这么大？刚刚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这会儿又黑着脸不理人了，脸这么黑，跟乌鸦似的。这么一看，长得还真的挺像乌鸦的，不然以后就喊你乌鸦。呀呀呀呀。为何救我？可别给我扯什么医者父母心，鬼才信呢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真应该回去感谢你爹娘，给你生了如此俊俏的面容，我也不会心疼那些用在你身上的名贵药材了。物竞天择，医者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天选之人必有贺福，莫忘兼济天下。死了上百号人，熏得满身遍野都是血腥味，就你命硬活下来了，不捡你捡谁啊？不过，反正是捡来的，不如就帮我试试药喽，也算是兼济我们圣医族了。别人手谈是下棋，而我们可是名副其实的手写谈天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下山了，去采办些粮食。走啦。放心放心，合身的衣服我会想办法帮你找的。不过，你穿你这样的样子，还挺好看的嘛。山野村姑。拜见郡主。这都多少日了，还没有王上的音讯吗？神策府已经派出鹰骑12位，秘密发赴各州郡寻找王上。几对暗哨顶什么用？为何不派大部队？眼下两国陈兵边境，虎视眈眈，值此多事之秋，人心不定。众侯爷一致商议，此事不可声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表哥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看你们谁担得起？
末将誓死追随王上。报！秦将军，急报！何事？据报，10日前王上一行人在洛叶山遭遇梁国军队伏击。可是见到王上了。除王上下落不明，随行10余亲卫无一幸免，全部殉职。他们遭遇了多少敌军？山中敌军尸首约200，当时全歼。王上出猎当日，仅带了18名亲卫，鱼龙白服，甲胄不全。我去找爹商议营救之策。郡主。你尚未出阁，竟说此话，成何体统啊！女儿跟表哥指腹为婚18载，婚事可是先王当年金口玉言定下的。整个怀乌谁人不知，谁敢笑话？我心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义王宫的一份子了，视同他生死与共。他若大难不死，自是皆大欢喜；他若身遭不测，我便是他的未亡人，绝无二话。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说此话是要剜爹的心呐。女儿不孝，让爹伤心了，剖心吸肝，只是为了让爹明白，为了表哥，穗禾没有什么赌不起的。爹明白，爹都明白。好了，快起身，稍安勿躁。爹也是刚刚接到消息，去和副相他们商议。如今内忧外患，得想个万全之策呀。兵贵神速，我等爹到子时，若你们还议不出个头绪，我便带我的飞黄军先行一步去罗叶山寻人了。你万万不可涉险呐！哎呀，此事还是交给爹来处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说服副相他们，派人迎回王上。多谢爹爹，那我等爹的消息。这是何意？你是聋哑，又无断手，又无断脚，怎么连衣服都要我帮你换？难道外面的医者都要负责给病人穿衣？这是谁定的规矩啊？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给本王更衣？哦，我堂堂圣女，却沦落到服侍你，真是。梁国内军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10倍100倍的兵力都对付不了一王一个，还需我们善后。你速带兵去罗叶山一带搜索，带回的只能是他的尸体。末将遵命。这些都是凉血、止血、祛瘀排毒的良药，药汁从双手毛孔中渗入，内外兼治，疗效好。总算有人帮我洗这些带刺的草药了。白药外敷，终日以沙覆面，精通医术，处事通透，有时又不通人情世故，莫非是圣医族的人？此非君子之道。他既然救了我，总不会害我。人人都有难言之隐，愿意坦诚相见，自会让我看到。这几日辛苦你了。
好生歇息吧。虽然他是个杀人如麻的土匪，但几日相处下来，发现人并不坏，还很守规矩。看来落草为寇也是情非得已呀。生逢乱世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不能再戏弄他了，得好好给人家治病。姑娘，您看看我们这个风铃吧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多好看，买一个回家吧。哦，这条也好看。哎，我觉得我这条是上个街还要10丈一数，鬼鬼祟祟的，莫非是你家的暗影？悬赏你手下的暗影和魔众，全力激怒灭灵族余孽，搜寻灭灵剑。不知眼下有多少灭灵族余孽，又有多少支灭灵剑？大王可否提点一二？有一个算一个。第一支灭灵剑不必带回，直接去凡间对付虚风。若是捉到灭灵族余孽，我有其下落，即刻来报。木子。徐峰，遵命。此消息若泄露出去，私闯本王府邸，梁上偷听必缴。这就是你们汴城王府的家教吗？要杀就杀，不必盘扯我父王。你。我会杀你的父王，我自然也不会留。哼，想必魔尊也在你的算计之中，背着魔尊，暗中搜罗灭灵剑和灭灵族人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杀了他！刘英屡屡坏我大事，传我令，就说是魔尊之意，变成刘英，格杀勿论。遵命。